一群凡人试图从上帝手中夺取权力，他们要终结君权神授的神话，把统治的权柄强行塞进凡人的口袋。想要从上帝手里偷火，你得先准备好被火烧伤。这群凡人面临的第一个关卡不是理想，而是肮脏的现实。1787年的美国，南有贪婪的奴隶主，北有精明的资本家。要让这群互相仇恨的人坐在一张桌子上，必须献祭良知。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，当讨论到众议院席位如何分配时，会议室差点打起来。众议院的规则是人口越多，席位越多，权力越大。众议院代表着人民的权利。这时候，南方和北方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。在南方都是些奴隶主，熬权力时，他们高喊黑奴当然是人。南方的几十万黑奴必须算进总人口里，这样我们在国会的席位才能多。谈交税时，他们立马改口，黑奴是我们的财产，跟牛马一样，哪有按牛马头数交直接税的道理？交税的时候不能算人。而北方的自由派就要掀桌子了，表示你们简直无耻。如果黑奴是人，那就要给他们投票权；如果黑奴是财产，那为什么要给财产分配代表权？难道我的马车和牛也能投票吗？北方的诉求正好相反，挖权力时黑奴不算人，谈交税时黑奴必须算人，为的就是让南方多掏钱。这根本不是关于黑奴是不是人的哲学讨论，这是一场纯粹的政治利益互搏，都想只占便宜不吃亏。双方僵持不下，眼看会议要崩。这时候，美国宪法之父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，就是把一个黑奴折算成3/5的人。早在几年前的邦联议会时期，大家讨论如何按各州的财富征税时，就有人算过一笔账：一个奴隶的劳动产出大约是一个自由民的60%，即3/5。虽然这个算法极度缺乏科学依据，但在当时被大家勉强接受了。后来的黑哥们了解到这个之后是心如刀绞。后来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，众议院人数和直接税额将在各州之间按人口比例分配，人口数的计算方式为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3/5。宪法里甚至不好意思写奴隶这个词，而是用所有其他人口这种隐晦的词来代指。这说明国父们潜意识里也知道这是十分不地道。后来也因为这个3/5的条款，直接改变了美国前80年的政治版图，并最终导致了内战。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实用主义。他们知道这是原罪，但他们更清楚，如果不签这个字，明天这片大陆就会变成欧洲那样尸横遍野的战场。会议一直开到1787年的9月份，宪法算是诞生了，但在这片荒原上，它脆弱得像风中的烛火。老百姓在质疑，你们这帮货关起门来是不是想造一个新的暴君？宪法签了字没用，得各州批准才算数。当时的纽约州是最大的钉子户，纽约州长乔治·克林顿是个土皇帝，靠收关税发大财。他坚决反对把权力上交给中央。纽约的报纸上全是骂宪法的文章，说这是富人的阴谋，自由的坟墓。为了护住这把火种，麦迪逊、汉密尔顿、杰伊3个男人把自己变成了推销员。他们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射出了85发思想的子弹，也就是联邦党人文集。他们在报纸上嘶吼：我们不需要国王，但我们需要一个能防止你们互相残杀的裁判。把剑交出来，我们给你们铸成盾。老百姓不懂什么三权分立，但老百姓怕打仗。汉密尔顿一上来就直接恐吓表示：你们以为现在的和平是理所当然的吗？看看隔壁的宾夕法尼亚和康涅狄格，为了点土地都快打起来了。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管着，13个州马上就会变成13个小国。人性本恶，邻居就是天敌。如果不抱团，要么被英国人吃掉，要么自己人打出狗脑子。潜台词就是让老百姓交出的那点自由是用来买命的保险费。为了针对老百姓怕中央集权所带来的副作用，麦迪逊最神的一笔来了。当时所有人都信奉孟德斯鸠的教条，民主只适合小国，大国必暴政时，麦迪逊反过来论证，表示小国才容易出暴政。在一个小村子里，只要多数人想抢劫少数人，马上就能干成，但在一个大国里，利益太复杂了。种棉花的、造船的、信新教的、信天主教的，大家的利益都不一样，因为坏人太多，而且坏的各不相同，所以他们谁也搞不定谁，最后只能妥协。潜台词是，正是因为美国大，所以没有任何一个野心家能通吃。接下来就是针对老百姓怕官员贪污滥用职权问题。麦迪逊没有给老百姓画大饼说我们的官员都是圣人，而是极其诚实地说，如果人是天使，就不需要政府了；如果是天使统治人，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。我们设计的三权分立不是靠官员的良心运转的，而是靠他们的野心。总统想独裁，国会为了自己的权利会拦住他；国会想乱来，法院为了自己的尊严会否决他。潜台词是，既然大家都不是好东西，那我们就设计一个笼子，让这几只老虎在里面互相盯着，谁也别想出来咬人。他们以每周3到4篇的速度狂轰滥炸，那些反对派的报纸彻底懵了。我这边的反驳文章还没写完，你那边新的3篇已经登出来了。这种饱和式攻击直接在智力层面碾压了对手，让反对新宪法的声音在逻辑上显得苍白无力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改朝换代通常靠的是刀剑，但这一次美国建国靠的是辩论。这85篇文章把一套极其复杂的反直觉的政治系统拆解得清清楚楚。他告诉那群拿着锄头的农夫，别怕那个叫政府的怪兽，我已经给他装上了项圈，拴上了铁链，而且把钥匙交到了你们手里。最后，纽约州以30票对27票的微弱优势批准了宪法。
这3票的胜利，就是这85发思想子弹打下来的江山。就在精英们以为大功告成时，远在法国的杰斐逊代表无数草根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质问。杰斐逊的逻辑是：你别跟我扯什么三权分立，那都是政府内部的事。对于老百姓来说，政府就是一个手里有枪、有监狱的超级怪兽。如果你不在纸上黑纸白字的写清楚，怪兽不许吃人，它迟早会吃人。这就是逻辑的终极闭环。麦迪逊猛然惊醒，他意识到这个系统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刹车片，于是他立刻打上了那个改变历史的补丁——权利法案。如果不加这个补丁，宪法就是一份精英的统治说明书，而不是人民的契约。这是理解美国人权观念的核按钮。请注意，权利法案的措辞非常有意思，它从来不说政府赋予人民言论自由，而是说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自由。过去欧洲的逻辑是，权利是政府给你的，政府是个好家长，给你饭吃，给你说话的权利。但美国的逻辑是，权利是我天生就有的，它相当于人民给政府发了一张永久性的限制令。在这里重点拆解3条。第1条锁链是封不住的嘴，国会不得制定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，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。它的恐怖之处是，它保护的不仅仅是正确的话，它甚至保护错误的话、冒犯的话。这也导致了后来的美国各种逆天言论是横空出世。第2条锁链是夺不走的枪，这是肉体的防线，也是最受争议的一条。它的逻辑是，为什么一定要让老百姓有枪？不是为了打猎，也不是为了防小偷，是为了防政府。杰斐逊的极端想法更是嚣张，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由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。第3条锁链是关进笼子的狗，凡是我没在宪法里明确写着你可以做的事，政府统统不许做。权利是人民的，只把一小部分借给了政府，剩下的全是我们的。这个补丁打好了，但远远没有结束。根据新宪法，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需要一位总统。1789年4月30日，乔治·华盛顿将军在美国的临时首都纽约宣誓就任美国第1任总统。华盛顿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全票当选的总统，确确实实的众望所归。全国人民一致认为，除了他，别人都干不了。根据新的宪法，一届总统的任期是4年，华盛顿4年之后又连任了，还是全票。干了8年之后，到了1797年，他终于成功辞职。美国联邦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。一个国家一旦有了宪法，原则上将来的一切制度、运行方式，还有各种法律法规，都必须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。你要是问，如果宪法错了呢？这个问题，美国的这些国父们当年也在问，而且一个个都觉得宪法不完善。乔治·华盛顿当时是这样祈祷的：我们这个宪法最好能撑20年，在那之后就一定要修改了。托马斯·杰斐逊也说，后代一定会制定出更好的宪法，意思是咱们这个只是一个临时的粗糙的法案。但美国宪法从制定到今天一个字都没改过，这是因为美国改宪法不是直接改内容，而是通过增加一种叫宪法修正案的条款来实现对宪法的修改。到今天为止，已经产生了近30条修正案，每一条都伴随着腥风血雨。这是一种展示伤疤的方式，每一条修正案都是国家机体上的一次大手术，让每个美国人知道历史不容篡改，哪怕是耻辱的历史。如果直接删改，后人就会忘记美国曾经是可以把人当牲口的。他时刻提醒后人，我们曾经犯过这样的罪，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改正过来。第13、14、15修正案，它的代价是62万条人命。还有第19修正案、第24、26修正案，每一条都是美国人的血泪史。所以美国的宪法绝对不是什么神圣的纸，而是一个永远在施工的工地。1787年的国父们只是打了个地基，立了几根柱子，没有任何的东西是能永恒不变的，需要在不断的修正中调整，而且要根据自身的情况。因此任何的照搬都是不理智的行为。